哺乳这条路一旦开始走下去，就要每天坚持，不能亲喂的情况就要挤奶，不能挤奶的情况就要亲喂。要是偷懒，奶量是会受影响的，荷尔蒙也会受影响。今天我要分享我体验到的一个教训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。大家好，我是莉莉。2021年5月1日，早已经离乳9年的我，开始实行我的重新泌乳计划，也做了一个 video 分享这件事。可是我这个计划要挑战的是，看看如果完全不靠吃药，然后也不靠吃任何催奶的食物，全靠勤劳给乳房刺激，会不会让乳房无中生有？到了现在，经过了大半年，每天泵奶，本来奶量逐渐有进步的，却因为一件事前功尽废。这5个月期间，我每天勤劳泵奶，平均8次，每天没有间断。到了10月，虽然也还只是有几滴奶的状况，但都是看着奶量一直有进步的。可是2021年10月尾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我的家婆去世了，我必须跟我先生回德摩洛好几天。因为我重新泌乳不是为了喂孩子，只是为了以自己身体做试验，看看离乳9年，完全不靠催奶药物，只是靠勤劳给乳房刺激的情况之下，需要多久才会从零奶水追到某个程度的奶量。没有担心孩子肚子饿的压力，加上家有丧事，那几天只是为了做试验而每天躲在房间泵奶8次，好像不太恰当。所以在德摩洛的那4天，我就完全没有泵奶。再回到 KL 后，因为经历了连续几天的丧事，然后在不习惯的床上面，几天晚上也睡不好，疲累，加上因为推动力中断了，接下来那一天我也完全没有泵奶，也就是连续5天我完全没有泵。因为本来就是才那几滴，完全没有泵也不会有胀奶的感觉。到了第6天，我才开始又每天勤劳泵奶。本来以为反正才那几滴，停几天再继续勤劳挤，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？谁知道有影响哦。第一就是奶量，我从11月头到12月中这1个月半期间，连一滴奶也没有了，完全挤不出来。到了现在12月尾，才开始又出现那个比 1mm 还小滴的奶，跟5月同样是从0开始，可是效果比5月刚开始重新泌乳的时候慢很多了。第二受影响的就是荷尔蒙，平时我的经期都是蛮准的，最多差3天而已。11月的时候，我的 period 提早6天来了。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哺乳妈妈，无论你遇到什么状况，要是无法亲喂，再怎样不方便挤奶，都一定要挤出时间来挤奶。要是当时1天内能够挤奶的机会达不到你平时1天挤奶的次数，不要因为这样而直接不去挤。能挤多少次就挤多少次，每一次能挤多久就挤多久。我至少不会胀奶了，可是你们这些还在哺乳期中的妈咪，太久没有把奶挤出来的话，还会有塞奶和发炎的风险的。那别看我才那么几滴奶，重新泌乳这5个月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样，但是其实里面那个荷尔蒙方面是有受到每天泵奶8次的影响的。我开始重新泌乳的那头2个月，中间是有好几次来红，可是又不是来月经，但是月经还是准时来的。接下来的3个月就跟平时一样，没有莫名其妙来红了。可是5天没有泵奶，却影响到我的月经提早来，这都是每天给乳房刺激会对荷尔蒙影响的证据。整体对我来说，只是经期记录里面有点变化而已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有多少妈咪在奇怪，为什么自己哺乳了几个月，本来月经还没有恢复的，却忽然间来月经，加上奶量也减少了呢？
会不会是妈咪最近的挤奶时间表有变动，减少了挤奶次数的关系？然后因为减少了挤奶次数，影响到荷尔蒙有变化，奶量减少，然后月经恢复。停奶容易，追奶难。减少奶量需要花的时间和精神，远远比不上追奶困难。即使是奶量过多的妈咪，要减少奶量虽然是有它的挑战性，可是做对了还是一定可以达到目标的。可是追奶，即使你做对了，也未必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。未必能够达到目标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做不到，而是因为那个心情啊，你们明白吗？曾经拥有，然后失去了，要追回来，可是需要花比刚开始得到的时候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精神。我没有 baby 没奶喝的压力，我可以慢慢追。可是你们呢？所以各位妈咪，如果你目前是满意自己的奶量的，千万不要随便减少泵奶的次数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一天应该泵奶多少次才能维持奶量，可以去参考我这一个 video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